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悍然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下令清党。不久，蒋介石就搬进了当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个地方。这时候，国民党中央的大部分委员都在武汉。宁汉分裂，何去何从？南洋大楼的会议室里，每天都吵吵嚷嚷。有的主张东征讨蒋，有的主张继续北伐，联合冯玉祥向西北发展。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也都集中到了武汉。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议虽然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但对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等等，都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自然就难以承担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形势在急剧恶化。4月下旬，何键在汉口召集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叛乱。5月14日，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在鄂南叛乱，通电连蒋。5月21日，在何键指挥下，驻长沙的第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叛乱，捣毁了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一夜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了100多人，其后又连续屠杀了1周之久，史称马日事变。在舆论的压力下，武汉政府曾派唐生智回湖南查处。唐生智是湖南军阀的首领啊。这个唐生智回去之后呢，做出个模棱两可的这个态度，说这个许克祥擅自行动，但是呢，湖南这个农民运动呢也有过火之处，说对他们以取缔呢也是有道理的，这就是明显的袒护这些反动军官了。反共势力得到助长，愈发嚣张。5月底6月初，江西省主席朱培德用所谓礼送出境的方式，将共产党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驱逐出江西，明令禁止工农运动。6月2日，汪精卫说，正如一只船有2个把舵的，现在已经到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争把舵的时候了。要么把共产党变作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国共两党在反帝反封建旗帜下组成的联合，在北伐战场上紧密团结，解放了大半个中国。在革命向深度发展的历史关头，因为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汪精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破裂成为了趋势。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揭示了中山舰事件以来的历史演进，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强调中山先生光荣的旗帜不能被盗窃，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不会泯灭。7月15日，
以汪精卫做出分共决定的这一天为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汪精卫开始了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实施抓捕、屠杀。据当时这个军委的工作人员回忆吧，在汪精卫7月15日正式做出分共的决定前一天，就是7月14日晚间，周恩来赶到这个军委机关，正式通知军委机关的人讲，说是汪精卫决定跟我们分手了，我们下一步只有组织武装暴动了。但是，第一枪应该从哪里打响，怎样打响，当时并没有具体的计划。7月中旬，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去九江，准备组织国民革命军中一部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力量，联合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现土地革命。要动员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从江西返回广东，在广东再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共产党人能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都集中在第2方面军中，他们是叶挺兼任师长的第11军24师，以原叶挺独立团扩编的第4军25师，以及贺龙任军长的暂编第20军，共2万多人。值得记载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位元帅中的5位元帅，10位大将中的6位大将，当时都集中在第2方面军中。5位元帅是贺龙、叶剑英、徐向前、林彪、陈毅。6位大将是张云逸、许光达、粟裕、徐海东、谭政、罗瑞卿。1927年入夏以后，九江城头旌旗招展，第2方面军的部队都驻扎在这里。但是李立三到九江的当天就了解到张发奎在政治上已经倒向了汪精卫。但是就像我父亲在他这个报告当中写的那样，他被派到江西九江的时候，当时临时政治局还没有具体指明要在南昌发动起义。那么到那儿以后呢，经过调查发现张发奎已经不可靠了，不能像原来考虑的那样利用张发奎的势力再进行这个南征去广东嘛，所以就提出来了。父亲就想到自己行动。李立三性格刚烈，当年留学法国，同学们给他起了个坦克的绰号。后来回乡探亲，父亲李敬荣问他回来准备干什么，李立三答：我要干共产。父亲说这纯属胡来，是自己找死，人家督军有那么多兵，那么多枪，凭你们几个娃娃1000年也搞不成。李立三说，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父子俩为此吵了一个春节，李敬荣逢人便说，只当是没生这个儿子吧。他少了一个叛逆的儿子，革命却多了个不妥协的猛将。7月20日，在九江召开的会议上，李立三认为靠张发奎已不可能了，即使张发奎回到广东，也由于我党实行土地革命，同他的破裂也不可避免。
于是李立三提出独立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会后，李立三上了庐山，鲍罗廷、瞿秋白正在那里。当然，从我父亲嘴里我听说过，就是说他在南昌起义前夕，他去过庐山。我说你怎么去的？他说还是坐轿子去的。可是那时候坐轿子，因为共产党人认为坐轿子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是人剥削人的一个经过，但是事情又比较紧急。他说他要上山去见鲍罗廷，去秋白，那么专门请示中央批准，然后就批准可以坐轿子，他就坐着轿子就上山了。急匆匆赶上山汇报的李立三，却碰到了心灰意冷的鲍罗廷。当时也是靠党史的一些同志找到他，我记得他们也还问过他，这件事，说你们当时就是他和鲍罗廷和瞿秋白的会面，谈了些什么？他说是讲了关于这个准备发动南昌起义，就是人家问他说鲍罗廷是什么反应？他说，鲍罗廷当时呢，这个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他已经准备离开中国了，他就没有多少反应，他就是好像是无动于衷。是瞿秋白同志表示赞成。不论鲍罗廷是否同意，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7月23日，当谭平山告诉贺龙，共产党要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希望他能率20军一起行动时，贺龙当即就回答说：“我只有一句话，赞成。”在时局最为黑暗的时刻，共产党人找到了贺龙，贺龙也找到了共产党。他对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周恩来说：“共产党对你下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汪精卫也在庐山上开了一个会，会议通报了中共一批要员已云集九江，有进行暴动的倾向，并决定先下手为强，调贺龙和叶挺上山开会，对他们实施软禁，再把他们的部队集中起来解决。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就是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这个消息后，出了一身冷汗，立刻悄悄地从庐山赶到九江，约了叶挺、贺龙等人去了离军部不远的甘棠湖。看似划船赏景，实则商量对策。在一只小华子里，他们做出决定：贺龙和叶挺不上庐山，不执行将所部集中到德安的命令，并决定叶挺部队先走，贺龙部队随后，迅速开往南昌。甘棠湖这次聚会被称作小华子会议，有人说，一只小华子决定了历史的大命运。中央同意了起义，部队也开始向南昌集中，但在起义地点选择上，又出现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选南浔而不是南昌。南浔在哪里呢？南浔在九江的附近。改南昌暴动为南浔暴动，大家都不赞成。当时的南昌呢，因为比较偏僻一点，就是如果举行起义的话，敌军没有那么快，就是说合围过来把我们击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敌军的驻兵南昌相对来说要少很多，更有取胜的把握。
所以在中国这几个方面的原因呢，就选择了在南昌举行起义，是这样的。7月27日，根据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但是，一波未平，又起一波。正当起义紧张准备之时，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回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电报，指出如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不可动。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坚持要执行这个指示，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方能举行起义，并派张国焘到南昌传达。张国焘主持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李立三这个性格，在我们党内同志都知道，他是有什么事，他都是敢于这个及时表达出来。所以在张国焘传达了共产国际电报以后呢，李立三第一个起来反对。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不能讨论。讨论还是反复了几次，一直没有结果。这下子周恩来火了，他说：“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不准起义，我就辞职不干了。”事后他对别人说，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拍桌子。这些过去常常被忽略的细节，恰恰体现了关键时刻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没有苦难，何来辉煌？8·1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道刺破阴霾的闪电，一把穿透黑夜的火炬。在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率领2万多起义军，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南昌起义爆发第2天，被中央军事部派到25师做发动工作的聂荣臻，成功地带着起义部队3000多人从马回岭出发，赶往南昌。得到报告，张发奎亲自追到马回岭，想阻拦他们，却遭到了起义部队的猛烈反击，缴了张发奎卫队营的枪。林彪当时就是起义部队的一名连长。信仰决定了选择。南昌起义当天，在第2方面军教导团特务连任文书的陈毅，正随部队从武汉乘船开往九江。作为部队里中共党组织的负责人，他虽然还不知起义的事情，却感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氛。张发奎觉得这个部队不稳，赤色分子太多，就把他们给截住缴械了。张发奎宣布清共，陈毅果断决定迅速脱离旧部队，毅然踏上了追赶起义军的道路。追上部队以后，周恩来就让他到73团当政治指导员啊。那么还跟他讲了，说你不要嫌官小啊。我父亲当时的回答就是说，只要拿起枪敢打反动派，当兵也可以。只要拿枪打反动派，当兵也可以。陈毅的话道出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心声。当时在2方面军指挥部当参谋的共产党员徐向前，也是在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毅然脱掉旧军装去寻找党组织的。南昌起义的部队在
在起义5天之后就离开南昌南下，这是根据呢跟共产国际事先研究的计划。因为南昌是4战之地，也不可久留啊。起义成功之后，赶快把军队拉到广东，占领海口，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扩充部队，再进行北伐，这是预定的计划。在南下广东途中，起义军与堵截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战斗，于1927年9月初到达了广东境内的三河坝，在这里做出了分兵的决定。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领去占领潮汕，由朱德带4000多人在三河坝留守。因为这个三河坝是个3江交汇之处，交通枢纽，进可攻，退可守，当时也留点后路的。进入潮汕的部队如果不好的话，有可能向这个后退。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正奔走在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1个月前，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曾激动地说：“以后我们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由此诞生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散会的时候呢，毛泽东当时呢跟瞿秋白在交流的时候，瞿秋白就讲了说，党中央呢不可能在这武汉再待下去了，要转到上海。他就说，泽东同志呢，你跟我们一起去上海。当时毛泽东呢就说，我就不去了，我不跟你们去住上海的高楼大厦了，我呢还是抓武装斗争。我去结交绿林朋友。在酝酿秋收起义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方向发展，但是中央却坚持要他们去打长沙。因为开始总的指导思想，它是城市暴动或向城市进攻的，本质上是走的这个学习的俄国10月革命的经验。因为这个俄国10月革命本身是彼得堡，首先是举行了武装起义，控制住中心城市，然后一步一步从城市呢再派工作队向农村去的。新组建的秋收起义部队被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毛泽东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计划分3路向长沙进攻。起义的时间定在1927年9月9日，中秋节。国民党的嗅觉十分灵敏，他们从8月中旬就开始严密布防，严防共党中秋节大暴动，宣布对长沙实行戒严。中秋将到，起义在即。毛泽东回到家中，与妻子杨开慧告别。他嘱咐妻子要照顾好母亲，照顾好3个儿子。婚后的7年，他们聚少离多，每一次别离都埋藏了很多的依依不舍。杨开慧边给丈夫准备行装，边叮嘱他最好扮成一个郎中。冥冥之中，他预感到了危险。果然，1927年9月9日，在秋收起义爆发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奔赴3团驻地途中，被地方民团武装抓住了。地点是浏阳的张家坊。据毛泽东回忆，一路上他都在设法逃跑，直到离民团团部不远的地方，他才找到机会挣脱出来，拼命地跑，躲进了一片草丛。送到民团团部要枪毙的，后来毛泽东逃脱了，他自己有回忆，跟斯诺讲过，那也是生死线呐。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很坚定。你看他的诗词，对吧？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有一个基本特点是乐观、积极向上的。你说他这是性格吗？性格当然起一定的作用，最重要的还是他一个坚定的信念和目标。秋收起义一开始打得很顺，但很快就失利了。9月11日，一团在平江遭叛军袭击，损失惨重。9月14日，3团进攻浏阳失利。9月16日，已经攻下醴陵、浏阳的2团也在敌人反攻中溃散了。起义军从5000多人减到1500人，退到了浏阳的文家市。何去何从？湘赣边界的这个小镇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9月19日晚，在理人学校的教室里，毛泽东召开前敌委员会，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特别是有一个师长叫于洒度的，他就主张还得再接着进攻长沙。他说这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啊，打到一兵一卒还得打长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他就认为不能再打了。再打长沙，实际上就是自打，就是鸡蛋碰石头。你说5000人都打不动，而且刚一出师没多长时间就失败了，再接着打的结果就是失败了，更大的失败。辨明了是非，前敌委员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站在理人学校的操场上，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一天是1927年的9月20日。巧合的是，朱德在三河坝接受留守任务，也是9月20日这一天。巧合中似乎隐含了必然。虽然他在南昌起义当中，他不是起义的最高领导人，啊，他在这个起义的核心领导人里也不是说了算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做了充分思想准备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带着南昌起义的余部，把这个火种保留下来。南昌起义时，朱德只带了第5方面军第3军教导团的500多人，他不是核心领导。起义当晚，前敌委员会分派给朱德的任务是拖住敌人的2个团长，等于牵制住了2个团的敌人，保证起义顺利进行。人们往往喜欢把朱德打牌的这段故事演绎得很传奇。好像是哪儿走火了吧？啊，来，继续。什么他妈走火？都他妈乱成一锅粥了！刘团长，刘。其实，有关这位元帅的传奇何止这些？当初他放弃高官厚禄，寻求真理，远赴欧洲找党的经历更传奇。因为爷爷当将军的时候仅仅32岁，那么到1922年呢，他当时是云南的警察厅长，是吧？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将，把原来上学家里欠的债全部都还清，而且还给他的父亲买了祖坟，还把我们全家从老家都接到泸州。当时他是春风得意吧，啊，那么他抛弃这一切，去参加共产党。共产党的前途，当时在1922年，我们中国共产党那个时候连100个人都不到，找共产党都不知道到哪儿找。他能下这么大的决心，去抛弃他所
得到的这些东西，应该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信念坚定的朱德，在三河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分兵后，主力部队很快就在潮汕地区遭到了敌人重兵围攻。朱德带着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部队，在三河坝打响了一场阻击战。三河坝阻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在1920年以后，他第一次担任最高指挥官，指挥了一次战役，以3000之人，这个抵挡了前大军部2万左右，3天3夜。3天3夜，起义军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只剩下2000多人。陆续从潮汕那边溃散下来的200多人，朱德才知道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南下失败的消息就传到了这个部队里，这个时候军心就开始动摇。那真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时刻。潮汕失败后，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人挤在一条小船里，从海上突围了出去。在最后一次会议上，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我要回湘西去卷土重来。” 10月7日，在商量下一步行动的会上，一些人觉得主力部队都散了，起义领导人都撤了，想散伙。朱德坚决反对，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火种保留下来。”他果断提出了隐蔽北上，穿山西进去湘南。陈毅、王尔琢支持他。茫然四顾的人们听了他的话，心怀火炬，何惧黑暗？就在朱德带着起义军向湘南挺进之时，毛泽东正率秋收起义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湘南这个路上面，就遇到了那个江西省委派来的代表宋任穷。然后就说，在这个湘赣交界的地方，在江西那边有一个地方叫井冈山，那地方适合屯兵。在转移途中，秋收起义部队遭到敌人伏击，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失败的情绪笼罩了人心，逃跑的人多了起来。当时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这思想工作做得很细致的，这一路上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你们把手伸出来，食指伸出是有长有短的，荷花出水有高有低呀。我们握紧拳头找短的打，找低的打，我们就是强者。”听起来非常亲切。他说：“人各有志，不能强勉。想走也可以，你把枪留下，让你报个名打个招呼再走，今后好见面，给你发路费。以后啊，你要再革命再跟上队伍，但是你记住，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1927年9月下旬，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北路永新县的三湾村。毛泽东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从实际出发，把不足1000人的队伍缩编成一个团，把党支部建在连上，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南昌起义也好，叶挺独立团也好，秋收起义刚开始也好，那个党支部都是建在团里的。但是呢，真正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是士兵。因此，3湾改编决定把支部建在连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断。
整个军队的结构发生变化，党的组织系统和军队的这个系统相适应，建立一个严密的组织结构，支部建在连里面，营团建立党委，班排建立党小组，全军是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的。这个军队系统和党的组织系统，这种结构的构建，后来就是我们军队的最重要的特点，党指挥枪的原则。所以三湾改编是个里程碑。三湾改编期间，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选择了井冈山作为立足点。10月上旬到达宁冈县古城后，又专门研究建立根据地和改造农民武装的问题，登门拜访了当地农民武装的首领袁文才，取得了他的支持。安顿好伤员后，毛泽东就带部队转到了陵县一带。在这里，他意外地搞到了一份清朝年间的县志图。图虽很粗略，却让毛泽东对罗霄山脉周边的地形有了更详细的了解。连绵的山脉正可藏龙卧虎，大有作为。在当地的一座祠堂里，毛泽东主持了起义部队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新党员入党仪式。因为是第一次，所以他格外重视，让各连的党代表都来参加，给大家逐条讲解入党誓言的内容。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党课，这是一次播撒火种的过程。当时任联党代表的罗荣桓回忆说，在这之后的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了，连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大家只好从老乡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就和大家一起从饭箩里抓饭吃。饭后，他站起身，朝空地里迈了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连长喊口令。”就这样，信仰的力量把打散的队伍又聚合了起来，开始了向井冈山进军。所以说，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是毛泽东在黑暗中面对失败的选择，是信念坚定的毛泽东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几乎与此同时，朱德也在艰难地寻找着起义军的落脚点。当时这个很多人觉得这个前途无望啊，下一步怎么办？说一路走，有些人就是这个一路跑，就包括林彪有一段时间也这个丧失信心了，觉得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干革命去。中层以上军官基本上都跑光了，啊，只留下政治干部，只留下一个陈毅，军事干部只留下一个王尔哲，剩下的就是一些连排干部。在部队面临瓦解、火种即将熄灭的关键时刻，朱德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在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的队伍面前，树立起了力挽狂澜的形象。朱德当时来讲，这个在战斗中间表现非常出色呀。在冲过一个关口的时候，他挥舞驳壳枪，首先带队冲上这个山口，然后等到部队全部人员过去之后，他然后才最后断后过去。粟裕当时是一个班长，他讲他第一次认识这个朱德的这个英姿，就是这次战斗。一生中间这个朱总司令这个光辉的形象就留在他这个心目中间。10月下旬，朱德率起义军来到了安远的天心圩，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赣南3战，把部队中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调整，成立了党支部。他还郑重宣布，愿意革命的跟我走，
不愿意革命的可以回家。他还把这个南昌起义呢和俄国的这个2月革命相比，他说2月革命确实是失败了，但是正是由于2月革命保留了革命火种，才有10月革命的胜利。他说现在我们南昌起义暂时失败了，但是只要我们保留下这支革命的队伍，这个革命火种，我们中国也会有10月革命。天心墟整顿后，起义军被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员，陈毅任政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800名官兵，1门迫击炮，2挺机关枪，这就是全部的家底。1927年，朱德与毛泽东都经历了非同寻常的失败，都在严酷的考验面前，为官兵们树立起了高山一样的信仰。那时候，队伍中不会有人预见到共产党人能在22年后夺取全国政权，但每一个自愿留下来的人，内心都树立起了必胜的信念。